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欢迎大家收看，跟着 Polly 一起。今天我们就要来谈百分比这个主题。那在百分比上面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我们在呈现上面以前是数字，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那我要改成百分比之外，我还可以在我原本的长条图上面多一些类别的分割之后再去做显示吗？那再来还会有其他的主题。那我们先进到第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假设我想要去把我们的营收去做出来，例如说我的营收跟我的类别去选择出来之后，以往呢，我们其实是去做一个叫做营收的金额的显示。那今天我们要做百分比，这边我们在营收这边下拉，快速表计算。去按一个总计百分比，这个就可以达到了。那另外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我想要去做到每一个长条图上面，然后去看说我的商品是卖给哪些消费者，那这时候我就会把我的 segment 把它放进去了嘛，对不对？那我把 segment 放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把 segment 放进去之后，这里的数字的百分比开始有了变化，全部加起来是100%。那如果我想要跟前面的图形一样，是只有单针对，例如说我家具到底是销售到哪的百分比，那这里呢，我们就去改变它计算依据的一个方向。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表向下啊，这时候它就可以呈现我们要的这个结果了。好，这个是第一个百分比，我们介绍完了。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第二个项目，那第二个项目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原本呢每一个长条图它可能被区分成不同的 part， 那也许会有想要看的人是说，我可能只针对某一个区域去看它相对应的百分比就好，那其他对我来讲占比不是这么重要，我可以怎么去做设计呢？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 if 的判断式写出来，假设我的region 是某一个区域的话，那就帮我把它的区域名称显示出来，或者是把它的营收或者是 revenue 占比去显示出来。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这边的话，的做法就是先把这个好，就是 if region 等于我们刚刚讲的区域，那这时候我的 region 就显示 len region 就是把 region 显示出来。那else 什么呢 ？else no 就是我不要做显示的意思。所以今天你会写 region 之后，你就会写 sales 嘛，对不对？那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这个 sales 的写法，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region 的 sales。好，那我们也是用了同样的逻辑，只是这边 len 后面我这次放的是 sales， 而不是放 region 进来。那把这两个改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region name 啊，就是我们刚刚自己写的这个新增的栏位跟 region 的 sales 把它放进来，那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那在第三个实作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有没有办法去帮我去做一个是，我跟整体的去相比，我可以怎么做呢？因为它这个在做整体的相比的时候，也是要写一个公式。那在这个撰写的公式上面呢，我们就可以去，这边比较特别哦，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直接我们先把它复制一个出来。你如果是把我们刚刚的 region sales 放上来的时候，那我想要去做刚刚有提到的，我想要去做这个总计百分比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这样去按吗？但我这样按的结果，你会发现它是跟它这3个区块去做总计，所以你看到的结果是，我刚刚的数字去除以把这3个加总当做分母，但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样，我们是会要跟全部的人去做计算，所以呢，当你要自己去看你要做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想要做的 region sales 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标签。好，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是要去跟全部去做计算。那全部是什么呢？全部就是 total sum 的部分。那 total sum sales 放在我的分母，它就可以变成说，哎，那这个就是我要的一个结果了。好，那今天呢的分享就有这些。那希望大家对于百分比跟显示上面有多一层的认识，以及你在运用上面就会更加灵活。谢谢大家。